我最近经常会忘记自己在哪儿，直到从漆黑的房间里醒来，打开窗帘，才能知道答案。我的天哪！回去看一看。Oh my god！ 外边已经这么蓝了吗？哇塞，这也太漂亮了！我现在站到海边了，大家看，好像Nuuk旁边的大海不太会结冰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冰山嘞。现在要成功解锁了，在格陵兰看蓝调时间。大家看，当你走到这个下面来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个冰块就在你眼前铺开，哇，头一回见这么多蓝冰哎！从打开窗帘的第一个瞬间，铺满海岸线的冰山仿佛在跟我说：“你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。”哇，现在身后的这个场景像电影一样。第一次认识格陵兰还是在小学摸到地球仪的时候，在北极只有这一块地区和其他大陆截然不同，看起来完全是一块纯白的世界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，面积大约达到了中国的4.1%大，但80%的陆地都被冰雪覆盖。和全是外来移民的斯瓦尔巴不同，这里的原住民因纽特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。终于在很多年后，我们要亲眼去看看这座地球上最神秘的岛屿了。大家看，这么多陷阱，因为我们这次要去的是格陵兰岛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丹麦哥本哈根的机场。因为格陵兰呢，它有非常多那种小的村落，基础设施不是很完善，甚至没有办法刷卡，信号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只能取这么多的现金带在身上。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最后一程飞行了，其实这次旅程已经开始2天了，但是我们还没到。对，这个地方非常难以到达。想要从国内抵达格陵兰岛，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乘坐从北京直飞哥本哈根的航班，大约10个小时，接着再转机5个小时，就能抵达格陵兰首都Nuuk了。然而，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踏足格陵兰呢？因为这里的花费实在是太高了，仅仅是2个人抵达努克的往返机票，就至少要花掉35000人民币。而在1000多年前，抵达格陵兰的难度会困难的无法想象吧。公元982年，维京人探险家不知道在挪威海上漂泊了多少个日夜，才终于抵达了这座最神秘的岛屿。看见这样冰天雪地的场景，他给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 Greenland， 意为充满绿色的大地，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定居。时过境迁，1721年，丹麦传教团前往格陵兰，开启了丹麦对格陵兰的殖民统治。所以现在想要入境格陵兰，需要向丹麦申请签证，并且特别标注。你看我的签证这边写着可以去格陵兰，所以我们终于可以踏入这片神秘的大地了。欢迎来到格陵兰。Nuuk 是格陵兰的首都，总人口20113人，所以这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少的首都。如果咱们频道的观众看到这里都发一条弹幕或评论，比如你来自哪里，就可以轻松的超越 Nuuk 的总人口数了。但 Nuuk 的发达程度也远超我的想象，现代化的楼房、国际化的购物中心，甚至还有各种豪车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如此偏远的城市。我们虽然很想努力的去探索这里，但不凑巧，小螃蟹刚刚大病初愈，
又坐长途飞机折腾了3天，所以他几乎没有办法出门。但好在我们订了一个海边的民宿，仅仅是站在阳台就能拥抱格陵兰的自然风光。嗨，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格陵兰时间的早晨7点钟。然后我们看这是窗外的景色。嘿，为什么要走到这儿呢？咦，原来这有一个熟悉的人影啊 ！Lindsay 已经出去拍摄1个多小时了。我们看海面上有非常多小动物，这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呀！我们从未像这样在一个城市里离自然那么近。本来觉得格陵兰会是一个生命非常难以存活的地方，但实际上来到这里，看人类的城市建得这么现代、这么大，然后还有这么多野生的动物，我觉得就是站在我们的民宿的阳台，看着外边的风景就已经超级了。海岸边的小冰山是我对格陵兰的第一印象。当我们重新回到太空的视角，这一大片白色其实是平均厚度达到1.5公里的冰盖，最深处甚至达到了3公里厚。而像 Nuuk 这样的人类城镇分布在岛周围的峡湾上，经年累月，冰盖其实也在缓慢地流动。当流动到峡湾的顶部接触海面时，冰川末端断裂，于是巨大的冰山就诞生了。随着海水流动，被带到这些峡湾的附近，被我们看到。当然，目前我们看到的可能还不足以被称之为冰山，所以我们的下一站是去到冰山诞生的源头，去亲眼看看那些比楼房都远要高大的冰山之城——伊鲁利萨特。哇塞，这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！快出来，快看！这颜色绝了，怎么这么蓝啊？哇，出现了红色涂装的格陵兰航空。拜托，就我要拍张照片。这架红色小飞机就是我们抵达冰山之城必须的交通工具。看左边，哇，这个场景太梦幻了！我早晨4点钟起来赶这班飞机的价值就在这儿。我觉得他们太有心了，他们把时间定在这儿，就是为了让你感受这个蓝调和清晨。对。哇塞，这太漂亮了吧！这里停了一排格陵兰的飞机，哎，我们这个是有螺旋桨的。感觉这里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在用尽全力地告诉我们，你们来的可是最难以抵达的格陵兰。大家看我们这窗外，就是直接是螺旋桨。在来的时候看到他们，那个宣传册上写着。一般的航空呢，就是带你从 A 点到 B 点就结束了。但是呢，你到格陵兰来跟格陵兰航空，他们会陪伴你的整个旅程。哇，这个音乐好棒，是格陵兰当地的歌吧？我们在飞机上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格陵兰音乐，于是发邮件给歌手，问是否可以在我的视频里使用他的歌。他说 yes，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听着这首音乐，搭乘前往伊鲁利萨特的航班了。尴尬了，没有飞起来，它都已经到跑道上了。我看那个已经转得很猛了，但是它停了，可能是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，所以我们先回到航站楼。啊，他们人也很。我们的飞机终于修好了。Have a nice day. Thank you。过了2、3个小时了。Unfortunately, we have the same problem as we had before. 刚刚来了一个工作人员，给了我们2张饭票。这里延迟的太厉害了，我们已经从早上呢7点钟，现在10点多了，3个小时了，价值125块钱，2张，走吧。哇，这个汉堡，好，真的可以 have a nice flight 吗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说的是不是 next flight？ 不能啊，不能吧？在历经了5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之后，我们第3次登上了这架飞机。然后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，所有的这个飞机呢，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安全手册嘛。你这样看，它只是在教你系安全带啊。当你以为这就结束了的时候，这个飞机后边是带帐篷、带生存
盒，里边应该有食物，还有这个北极的套装的。听着机舱里播放的格陵兰音乐，我们缓缓升空，第一次亲眼在天空中看到了地球仪上那片雪白的世界。延误了8小时后，我们终于在白茫茫的雪花中抵达了伊卢利萨特。哎呀，终于到了，谢谢你。虽然延误让我们原本充实的一天基本泡汤，但好在第2天天空变得无比晴朗。格陵兰的城镇都非常小，所以基本不用考虑租车，徒步就是最好的认识这里的方式了。伊卢利萨特用晴天迎接你的痊愈啊！不是，能别拍我吗？我这眼镜儿，你给我弄的眼镜儿很变态哎。大家看变态吗？我觉得他这个挺好看的。妈，这风是不小啊！哇，这个是什么旗？居然晴了，不可思议！本来看着到下午才晴哈。哇，这么好看，我第一次见。你早上已经来过了吗？我早上是阴天。哦。你这儿是晴天。我第一次戴墨镜，我觉得墨镜也很小心一点，滑了一跤。我觉得墨镜也很好玩，就是它像给你的眼睛戴上了一层滤镜一样。我早上在这儿拍的，它这儿刚好有一条小街道，直通冰湖里，不是湖啊，这是大海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好看啊！啊，那我们再过去拍一下晴天的吧。哇塞！Let's go， 我们先去城里吧。我们住的酒店离城里走路20分钟。我觉得伊卢利萨特这个城市的魅力就是你随时可以看到冰川，冰川从这里面入海。不是，你这个姿势好妖娆啊！伊卢利萨特其实是格陵兰语，翻译过来就是冰山，所以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冰山之城。这儿的人每天醒来就能看到这么大的冰山哎。他们已经看烦了，他们想看。不会的，绿色，因为没有完全一样的冰山，它每天都在变。哇塞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屋子的颜色很特别。来看，我们来到了伊卢利萨特的港口。哇，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的发达，看起来。摩托。我找到了这个最棒的格陵兰的色彩。除了冰山，格陵兰给我第2深刻的印象就是多彩的房屋了。其实这些丰富的色彩来源于18世纪的北欧殖民时期，那时没有街道名称和门牌号，于是就用颜色来区分建筑类别和居民的职业。比如红色一般是教堂、学校或者是教师的住所，黄色是医院，蓝色是渔民，绿色是邮局。当然，殖民时代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但人们仍然保留了这些丰富的色彩，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又形成了一幅别样的景致。现在在我们镜头前面的呢是 Lynx， 它正缓缓地走向冰山。哇，前面还有一个教堂在这海呢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我前段时间真的太惨了，就1个月之前得了新冠，然后现在也没有完全好，然后来到这儿呢又一直在颠簸转机，然后还上吐下泻的，结果就在我痊愈的这一天给了我这么浪漫的晴天，我就觉得前面的一切都是对我的考验。哎，不愧是我就值得这样的景色。我们一起向前走吧。哦，你说他们放学回家，这个篱笆路上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冰山。他们已经
没有见过呀。如果继续往上坡走，就会看到几栋很现代的公寓，这让我想起咱们的小区，只是周围的风景截然不同。妈呀！啊，这就是在格陵兰 City Walk 的魅力吗？这就是色彩美学。这颜色虽然用的很大胆，但是搭配起来完全不违和，非常好看。看着狗子了。左边。嗨，狗子，白色的。刚才你为什么要叫呀？它们可不是普通的狗，而是雪橇犬。伊杜利萨特的人口大约4000多人，而狗也差不多有这么多只。因为这里最传统的交通方式就是狗拉雪橇。如果你走到狗小区的门前，就能听到此起彼伏的狗叫声。这太多了吧！哦，前面还有一张椅子哎。哦，你看这旁边是冻住了。哎，你看那个冰山和这个船的对比，大小够大吧？在飞机上看到4比0，对呀，老大了。今天的海面很平静的。啊，这也太棒了吧！啊，这个像那个雪糕一样，上面有那个警察在拍照。对当地人来讲，这样的场景很漂亮。是。要不要警察 ？Hello。我现在要开始说我的色话了。哎呀，谁发明的色话这个词儿啊？很讨厌哎。就是我知道我的生命中还有很多波澜壮阔的时刻，但是此时此刻呢，我只想安静地欣赏这场日落。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们平时生活在这里的人呢，是不会觉得这种场景有多么的珍贵的。只有像我们这样从地球的另一端历经千辛万苦的飞过来的人，才知道这一切有多么的宝贵。那你说我们现在坐着的这把椅子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长椅，但是呢，当你把它放在格陵兰这么一个小镇的海岸边，看着前面这些巨大的冰山，这感受就完全不同了。它以后就叫螃蟹椅了。欢迎大家以后来北极，来格陵兰打卡螃蟹椅。虽然我们从城里已经能够看到巨大的冰山了，但还不够近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徒步到冰山入海的地方，在那里等待日落的降临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徒步的这个起点，你看这边2个牌子，这也是我觉得格陵兰不太一样的地方。以往在欧美国家用了 AllTrails 那个 app 或者网站，它就有很全的路线，但是格陵兰基本上你还是要查一些当地的路线。你在网上搜的话，可以搜到一个 PDF 的文件。但这个因为比较出名了，在 AllTrails 也有。我们非常重要就是徒步之前要把自己的 GPS 路径记录上，因为我们今天会晚一点回来，到天黑。所以大家看我们这个路线也很明确哦，前面隐约能够看到大海，有冰山凸出来了一些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整个绕着海岸这边徒步。今天的温度呢，气温大概是零下11度。正常来说，我们现在只穿3层的话会有点冷，主要还是因为有这个太阳。但同时为了这个更安全嘛，还有保暖的，小螃蟹背了我们的大羽绒服，包括护脸啊、手套全部都在。哎，所以在格陵兰出来徒步，真的就是非常要注意，你就要穿的像去登雪山一样，分层穿衣法。从这里就已经能够看到前面的大海了，我用长焦给大家拍一下。格陵兰真的是一个离大自然很近的地方，你即使是在城镇里面，都可以随时看到海滨。然后你只要稍微徒步一下，就能够来到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房子、零距离接触大自然的地方。
哇，这好棒啊！这样的地方有几张桌子和椅子。感觉是当地人在这晒太阳呢。哦，你去那那不是有个椅子吗？走，咱俩过去吧。这可能是我们坐过风景最棒的桌子。我们前方的海面就是这次徒步的终点了。如果现在切换到天空的视角，你会发现这里就连接着几十公里远的冰盖，每天都至少有上千米高的冰川以大约20米的速度流入海洋，然后被来自遥远东方的螃蟹看到。你这就很像在野餐。是呢，但是没有吃的，只有水。哦。这个冲锋衣就有了新用途。来吧，这是你的，来吧。来吧。感觉就这样静静的晒着太阳，看着海边也很棒呢。刚刚还有风，现在一点都没了，真好。但是你闭着眼睛能听到那个海冰在下边咕嘟咕嘟的声音。是，跟一般的海岸的声音不太一样。感觉真的好不真实啊！真的走在了格陵兰的土地上，这是一个我想去了5年的地方吧，但是真的太贵了，而且太陌生了，所以一直没能成行。即使是这次出发之前，也还是非常的担心，有种不想去了的感觉。但是现在我只想说，来了真好。我还是在想那个问题，就是假如我们可以活3万天的话，理论上你的人生会遇到3万次日落，扣除掉阴天、雨天、大雾天，其实能看到的日落屈指可数。所以我很珍惜每一次看日落的时间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这个海角，大家看对面很有意思哎。我们待会儿打算等他们要是走了，我们就过去，因为现在要开始等待日落嘛，我们要把衣服穿上。我想音乐和摄影存在的意义，就是可以在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传递情感。所以在视频的最后，我想用在飞机上听到的那首格陵兰音乐作为结尾。所以呢，这就是2025年3月23号我们在格陵兰岛看到的日落啦。